阿根廷人民看到苦苦挣扎的我们，笑了，他们的通胀是100%。哎，美国人薅光了澳大利亚人的羊毛，那全世界的人民只好来薅阿根廷人的羊毛。有钱了以后买，所以通胀率就冲上去了。前一段时间阿根廷选出来了一个新的总统米莱。这位新总统还没有正式就职就嚷嚷着要解散央行，废除阿根廷货币比索，大幅削减政府开支。教育部不要了，劳动部全员提前回家养老，文化部要来干嘛？就这样，他裁掉了9个政府部委。胆子这么大？因为人家要应对阿根廷每年100%的通胀率。阿根廷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一个通胀100%的国家，经济真的会马上崩溃吗？阿根廷全国都是穷人吗？那么高的通胀，他们是怎么生活的？这个说到阿根廷除了梅西以外，应该就属塞尔吉奥·迪亚兹最出名了。这个迪亚兹老哥是画画的。他画的是什么呢？什么星球大战、哈利波特、足球明星，只要你能想得出来，迪老哥都能画得出来。而且我们这个迪老哥画的是微缩画，他的画布就是阿根廷的货币比索。迪老哥刚开始艺术创作的时候用的是20比索的一张纸币，但是现在人家出名了，用的都是1000元大钞用1000比索的纸币画画太浪费了，画得好也不一定卖1000吧。阿根廷的比索比纸币还便宜。 Nowadays, it's sometimes better for me to paint on the biggest banknotes here in Argentina. I paint on it, and I can sell it for a lot more than what I could spend with that banknote. There's been another rise in inflation. The inflation rate. Inflation. And inflation. That line has been going up. 过去的一年不管我们生活在地球的哪里，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我们都要学习相同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在10%的通货膨胀下生活。阿根廷人民看到苦苦挣扎的我们，笑了，他们的通胀是100%。通胀给这个国家带来了非常微妙的变化。你到他们的首都布里诺斯艾利斯去转一转，就会看到各种餐厅、百货公司、电影院人满为患大家消费起来就好像天天都是黑色星期五，月月都过双11。可是同时这个国家至少40%的人口却生活在贫困中。为了让这4%的人民不再穷困，过去这几年阿根廷政府都是疯狂的印钞票印的实在是太拼命，都忙不过来，直接把这个印钞的活他就给外包了。扯嘞，哪有国家让别的国家印自己的钞票你看你不知道了吧？阿根廷自己忙不过来，每年都有几百吨的比索从欧洲、巴西还有中国印好了运到阿根廷。更神奇的是在阿根廷主要流通的货币却不是比索，而是美元。可是我的印象里阿根廷过去是非常富有的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记得我在教英语的时候有个学生拿着题目来问我是个完形填空题，说一个国家9个字母，开头是 A， 结尾也是 A， 都是 A。对，地处南半球，土地肥沃，畜牧业发达，整个国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到处都是金色的海滩。这个国家的人还酷爱体育运动，没事就 barbecue， 有事也 barbecue， 听着耳熟整个国家的氛围显得有点懒散。我那个时候是以为是 Australia 澳大利亚，开头是 A， 结尾也是 A 嘛，对呀，又富又清闲。结果你猜怎么着？怎么了？标准答案是阿根廷。那你别说这两个国家在1950年的时候长得简直就跟孪生兄弟一样，双胞胎差不多的 GDP， 国家的经济来源也差不多，一样都有通胀的问题，而通胀的问题根源都一样。怎么说？1951年美国介入韩战，派了上百万的美国大兵去朝鲜半岛。看过电影《长津湖》的朋友都知道朝鲜是真冷零下20几度呢。所以我们就有了冰雕连。可咱们中国人有理想所以咱们怕冷。那美国人他们有什么？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怕冷他们只能去薅澳大利亚的羊毛。虽然说澳大利亚羊比人多吧，可是也扛不住美国人海量采购羊毛的价格那1年之内就翻了几倍这下澳大利亚人是真发财了，全国的老百姓是各种买，通货膨胀率一夜之间就飙升到了25%。
那当时的澳洲财政部长那可就不干了啊，他直接就把个人所得税率提高了30%。你不是不爱存钱吗？哎，把钱拿来，国家帮你存着。这一剂猛药下去啊，通胀就从1951年的25%，直接到1952年腰斩到10%，1953年回落到只剩下1.5%。可是这跟阿根廷没有半毛钱关系吧？有啊，你刚才自己说的，阿根廷是一个畜牧业发达的国家，所以美国人薅光了澳大利亚人的羊毛，那全世界的人民只好来薅阿根廷人的羊毛。阿根廷人也是变得真有钱了，有钱了以后买，所以通胀率就冲上去了。唯一不同的是阿根廷碰到了一对冤种的总统夫妇，贝隆总统和他的老婆艾维塔。这对政治明星啊，可比现在的什么奥巴马夫妇、克林顿夫妇那是要受欢迎多了。贝隆啊，一共当过3任的阿根廷总统。在他的竞选第2个任期的时候，他甚至提名自己的老婆艾维塔做副总统，跟他一起选。阿根廷差一点就被他们搞成了一个夫妻老婆店。可是就是这么一个荒唐的提议那个时候在一场竞选的造势活动上，有超过200万的阿根廷人从全阿根廷四面八方涌来，打破了当时南美洲的集会人数吉尼斯纪录那他们确实受欢迎啊。因为这对夫妻他是真舍得花钱当然他们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是国家的钱。贝隆在第1任总统任期的时候就开始给这个阿根廷的产业工人加工资，上任的头2年就把工资加了2倍，工资的增幅大大超过了经济的增幅。贝隆不仅给工人加工资还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医疗、失业保险，还承诺要盖50万户社会住宅给工人住，只要是工人想要的，贝隆都免费给。而这个总统夫人艾维塔，她也不是省油的灯。艾维塔在嫁给总统之前是做演员的，所以群众基础非常好，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有流量虽然这个艾维塔自己喜欢买各种贵重的珠宝比如说梵克雅宝什么的，可是她在公众中的形象一直是我出身穷苦，我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时工人阶级对她是非常的崇拜。而艾维塔也是找到机会就给自己的老公做宣传。可是就是这么一直做宣传也没用吧？这么乱花钱，物价最后肯定会涨的呀。大家去个菜市场买菜，不是能感觉出来的吗？那我问你一下你知道现在悉尼1盒700克的鸡蛋卖多少钱吗？你知道不就可以了吗？再说了，我不买菜，又不代表阿根廷老百姓不买。你想的这个问题人家贝隆总统也想到了。阿根廷人爱吃牛肉，人均消费的牛肉是世界水平的2倍，所以贝隆就直接颁布了禁令禁止牛肉出口。然后有国家出面用非常低的价格集体向养殖户采购牛肉，这样一般消费者就可以买到非常便宜的牛肉了，然后美其名曰阿根廷人的饭碗要端在阿根廷人自己的手里。当然了，就贝隆总统这个搞法，再厚的家底那也是经不起折腾的。所以Printing money has been one of the newest growth industries for Argentina. 后面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了，钱越印越多，面值越来越大，物价也开始上涨，大家名义上的收入也不停的增加，拿到钱就赶快去消费，越晚花出去，买回来的东西可能就越贵嘛。但是这么印下去都没有人反抗吗？大部分人口袋里揣着这个新印出来的钞票，肚子里填满了政府卖给他们的廉价牛排他们就觉得这样的日子其实也还挺不错的，为什么要反抗呢？一群人里最先觉醒的人总是少数的，对于觉醒的人，政府就告他们寻衅滋事训诫他们，不听我就揍，再不行我就把你关起来。听着好耳熟可不敢乱说可不敢乱说。在阿根廷最后量变引起了质变，到1955年牧民实在受不了政府低价收购牛肉，城市里的工人也开始感觉，虽然我每年工资这么层层的往上涨，可是生活水平好像没有得到改善。后来军队政变，贝隆下台，流亡巴拉圭。但是这个政变好像来的有点太迟了。为什么呢？你想大家都已经过惯了这种印钞票就能过上好日子的生活，谁还想撸起袖子加油干？阿根廷经济学家直接用贝隆主义来形容这么一个现象，每个人都想明年加薪100%，却又只愿意多付出50%的劳动。
阿根廷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像澳洲财长那样敢于出来跟大家说别买了这么一个人物，所以整个国家就像步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啊，加工资、涨价、涨价、加工资。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Simon Kuznets 就直接说啊，世界上有4种经济形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还有阿根廷。日本大家都知道啊，上去的非常快，然后啊，现在慢慢落地，经济成长被拉成一条水平的直线。和日本比起来啊，阿根廷的经济好像每天都在坐过山车。好的年份啊，阿根廷可能是南美最富的国家；差的年份啊，这个国家一半的人口可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整天都在垃圾堆里找东西吃。我就有点好奇啊，像这种常年高通胀的国家，人是要怎么生活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嘛。一个国家啊，实际上大致就分3种人：富人，以为自己是富人的穷人，还有穷人。阿根廷的富人啊，基本就不受什么影响，因为人家用的是美元啊，资产也都是以美金计价的。而这个国家中产阶级啊，都在沉浸式的体验 YOLO， 过着完全不储蓄的生活，太爽了。今天挣的钱恨不得晚上就把它花掉，下个馆子，看个歌剧，各种买。反正明年手里有的钞票也大概率要贬值50%。穷人嘛，哎呀，那就上帝保佑了。很多阿根廷人啊，一天是14个小时都扎在这个垃圾堆里寻宝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呀，能不能淘到什么东西可以拿去卖钱的。这个国家啊，有40%的人口啊是贫困人口，50%的儿童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可以告诉你，就是穷人还是比较爱生孩子啊。但是啊，我这里要给阿根廷政府澄清一下啊，人家的通货膨胀管理也不是那么差，也不是说每年都100%的通胀。过去这20年里面啊，控制好的时候啊，每年的通胀啊也就10%左右。10%也叫好啊。你看，也不就是这2年这新冠嘛，是吧？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在印钞票，那阿根廷啊也就跟着多印了一点啊，然后通胀就有点压不住了。2022年啊，通货膨胀121%，所以就有了。No me meto acá para guiar corderos, me meto acá para despertar leones。梅梅利亚多，咖喱迪亚多。哎，米莱总统说的是什么？我是一句都听不懂。可是我猜啊，可能是阿根廷人啊穷了太久了，也或许是阿根廷人已经受够了老总统贝隆啊给他们规划安排的那么一套生活模式，想要换一种活法。米莱总统在大选的时候以超过10%的优势啊，轻松击败了其他所有的竞争对手。他能给阿根廷人带来新的生活吗？还是像新闻里说的那样，他只会哗众取宠，是阿根廷的川普？我们拭目以待。梅梅利亚多，咖喱迪亚多，人生1分钟，快乐60秒。大家下周见，拜拜拜拜。